下雨了，在雨里奔跑的感觉很好，雨滴像刺一样扎进皮肤，血癌又怎样，怪物又怎样，你们还不是对我俯首称臣，百般敬仰。我好想回家，我不能在别人面前哭，但在雨里没有人知道，笑着的我是泪流满面的，没有人知道。2009年3月10日，一个挺好的日子，本来准备去找爸妈的，可是没死成，反而被温情打了一顿，好烦啊。2013年，我回来了。但我失去所有，没有了希望的生活，不想再过了。温室的死气候就是我的忌日了吧？挺好的，不是吗？沉默，无尽的沉默，只是他们最好的做法。魏无羡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美好的回忆，他的一辈子都花在别人的身上，放弃了所有走向未来的机会，选择走入黑暗的地狱，不留给他们一丝的时间消化，甚至马上会消失在他们眼前。作为魏无羡的爱人，照顾他的责任被蓝忘机担下，事无巨细，可以说任何一个人都比不过蓝忘机。在 ICU 待了几个星期，蓝忘机明天都会穿着无菌服坐在魏无羡旁边，或者隔着 ICU 的窗户看着他。这一天，蓝忘机又像往常一样坐在床边，握着魏无羡没在打点滴的手。魏无羡的手细长又白嫩，以前蓝忘机就很喜欢牵着他的手，但现在因为几个星期都靠营养液吊着，本就瘦的魏无羡变得消瘦，手上本就不多的肉消失不见，变得骨节分明，变得苍白。蓝忘机看了魏无羡一会，轻声说道：“魏婴，该醒醒了，睡久了对身体不好。”他用手轻轻抚摸着魏无羡的脸庞，我想了好久，想自己是不是不配当你男朋友，在你被病痛折磨时，我不在你身边，在你身陷危险时，我还是不在你身边，甚至还要你的保护。想着，我们是不是并没有像大家说的那般般配？我时常怀疑自己。蓝忘机的声音有些哽咽，怀疑自己并没有能力让你真正的依靠。你什么都不与我说，总是自己一人承担一切。我经常成为那个最后知道实情的人，你任何事情都瞒着我。月光洒进病房，一颗滚烫的热泪滴落，在月光中闪烁着。魏婴，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样坚强。魏无羡经常说蓝忘机是他生命中的光，却不知他也是蓝忘机的光。有时你所谓的为了对方着想，其实却在无形中将对方伤害。另一天，魏无羡终于醒了。蓝湛因太久没有说话，魏无羡的声音十分沙哑。蓝忘机将吸管放到魏无羡嘴边，喝了口水后，魏无羡才觉得自己真正活来过来。蓝湛，昨天晚上的话我听见了，其实我醒着，但眼睛睁不开。蓝湛，对不起，是我太过于自作多情了，我只是不想让你担心。魏无羡说着说着，眼睛已经开始红了。蓝忘机避开魏无羡的伤口，轻轻地抱着他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不是自作多情，是我的错，明明知道其中的不对劲，却不敢深入调查。我怕你是真的不要我。2天内，蓝忘机哭了2次，都是为了这个自己恨不得藏起来的人。魏无羡费力地抬起手，擦去蓝忘机眼角的泪水，虚弱地说：“别哭，我的爱人。”蓝忘机吻住对方的唇，温柔且深情。他慢慢地张开嘴，侵入对方的领地，恨不得将他吞入腹中。一吻毕，魏无羡喘着气，眼睛不自觉地闭上，但又强撑着睁开。蓝忘机看着魏无羡的样子，知道他因为刚醒，体力不支，心里说着自己不该如此冲动。他抚摸着对方的头，温柔地说道：“魏婴，睡吧，我在。”经历了爆炸的魏无羡，肺部受到严重的伤害，这导致他苏醒后遭受双重痛苦。白血病导致的全身疼痛让他在梦中都不得安宁，而肺部刺穿性的伤让他呼吸都带着疼痛，这令他时常需要带着呼吸机，吃止痛药才能勉强入睡。蓝忘机也因照顾他眼睛下的乌青十分浓，阳光从窗户散进，照在病床2人身上。魏无羡因为疼痛而醒得比蓝忘机早，加上又想让他多睡会儿，魏无羡静静地躺在蓝忘机怀了里看着他，时不时用手磨着眼前俊脸的轮廓。出奇的是，平常浅眠的蓝忘机居然没醒。幸好昨天晚上给蓝湛喝了有安眠药的水，都多久没好好睡一下了，搞得我只好用非常手段。魏无羡抬头亲了亲蓝忘机的唇，呆呆地看着爱人的脸庞。待在蓝忘机怀里，魏无羡又开始睡回笼觉了。
其实这也就是魏无羡梦想中的生活，两个人一张床便很满足了。在国外时，虽有温情姐弟的陪伴，但不可能是无时不刻的。每当魏无羡一人时，原来不放荡不羁，看似任何事都无所谓的人，也时常会想未来。从知道自己得病起，就再也没有想过一世一双人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想的只是如何熬过治疗，如何熬死温家，如何熬死自己。但现在不同了，为了蓝忘机，原本打算放弃生命的他，重新开始，有了生活下去的希望。与温情说自己想继续治疗，就算只是延长时间也无所谓，只要还在蓝湛身边就好。说到治疗，今天魏无羡又该化疗了，但这一次终于有亲人和爱人陪着了。